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小百科。你知道吗？在神秘的高原之上，生长着一种蕴含强大能量的植物——红景天。它看似普通，却有着改写健康的神奇魔力。用对了，它能成为你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一旦用错，却可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今天，我们就全方位探秘红景天，从它的真实面貌到功效、副作用，再到适用人群和食用时机。每一个关键要点都紧密关联着你的健康，千万别错过。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红景天是什么。红景天隶属景天科红景天属，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寒冷山区，如中国的青藏高原、长白山等地。其植株矮小，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红景天的根和根茎可入药，经过炮制后，成为传统医学中一味珍贵的药材。从外观上看，红景天根茎呈圆柱形，表面粗糙，多为棕褐色，具有特殊的纹理。它的叶子肉质，呈绿色或略带红色，在高原的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红景天之所以能够在高原极端环境下生存，与其独特的生理特性有关。它还有多种特殊的化学成分，如红景天苷、酪醇、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成分赋予了红景天强大的适应原特性，使其能够帮助生物体适应各种应激环境，这也是红景天在医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红景天的功效。红景天在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研究中都展现出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功效。从传统医学理论来讲，红景天味甘、苦、性平、归肺、心经，具有益气活血、通脉平喘等功效。在益气方面，红景天能够增强人体的元气，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和耐力。对于身体虚弱、久病体虚的人群，红景天能够补充气血，改善身体的虚弱状态。现代研究发现，红景天中的红景天苷等成分能够促进机体的能量代谢，提高细胞的活力，使身体更有精力应对日常活动。相关临床研究表明，在一些慢性疾病康复期的患者中，服用红景天制剂后，患者的体力和精神状态明显改善，疲劳感减轻，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红景天的活血功效也十分突出，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对于因淤血阻滞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心绞痛等，红景天常被用于中药方剂中。研究表明，红景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状态。在一些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中，使用含有红景天的中药制剂后，患者的心绞痛发作频率降低，心电图显示心肌缺血状况得到改善。同时，红景天还能调节血脂，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风险。通脉平喘是红景天的重要功效之一，它能够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增强肺部的通气功能，对于肺气虚弱、气喘咳嗽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红景天能够减轻呼吸困难症状，提高呼吸功能。研究发现，红景天中的有效成分能够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肺部炎症反应，同时增强肺部组织的抗氧化能力，保护肺部免受损伤。临床观察显示，在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服用红景天制剂后，肺功能指标如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有所提高，呼吸困难评分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此外，红景天还具有一定的抗疲劳和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提高机体对缺氧环境的适应能力，减轻疲劳感。在高原地区，由于氧气含量较低，人体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如头痛、乏力、呼吸困难等。红景天能够通过调节身体的代谢功能，增加红细胞的携氧能力，提高组织细胞对氧气的利用效率，从而缓解高原反应症状。研究表明，在进入高原前一段时间开始服用红景天制剂的人群，高原反应的发生率明显降低，症状也相对较轻。红景天的抗氧化作用则得益于其所含的多种抗氧化物质，如黄酮类、酚类化合物等。这些物质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
延缓细胞衰老进程。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红景天的副作用。尽管红景天有诸多益处，但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副作用。首先，红景天含有挥发油等成分，部分人在服用红景天或其制剂后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过敏症状表现多样，轻者出现皮肤瘙痒、皮疹，严重者可能出现口唇麻木、恶心、呕吐、头晕、心慌，甚至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症状。曾有报道，一位患者在服用红景天炮制的中药后不久，面部和颈部出现大片红斑、瘙痒，随后出现呼吸急促等症状，经诊断为红景天过敏。所以在首次使用红景天，尤其是过敏体质者，应先少量尝试，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其次，红景天若使用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影响胃肠道的正常功能。临床研究发现，一些患者自行加大红景天的服用剂量，或长期不间断服用，出现了明显的胃肠道不适症状。这是因为红景天中的某些成分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所以在服用红景天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医嘱控制剂量和疗程，避免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另外，红景天有一定的兴奋作用，对于一些本身神经系统较为敏感或患有失眠症的人，过量服用红景天可能会加重失眠症状，导致入睡困难、多梦等问题。研究表明，红景天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神经兴奋性，所以这类人群在使用红景天时要谨慎，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剂量和服用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人不能吃红景天。红景天并非适合所有人食用，以下几类人群需要谨慎对待。首先，孕妇应避免食用红景天。红景天具有一定的活血作用，在怀孕期间，胎儿着床尚不稳定，食用红景天可能会引起子宫收缩，增加流产的风险。虽然目前没有确凿的研究表明红景天一定会导致流产，但为了确保胎儿的安全，孕妇应尽量避免食用红景天及其制品。其次，对红景天过敏的人绝对不能食用红景天。红景天过敏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在使用红景天之前，一定要明确自己是否对红景天过敏。如果曾经出现过对红景天或其制剂的过敏症状，应严格避免再次接触。再者，儿童和青少年要谨慎食用红景天。由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红景天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对其生长发育产生未知的影响。目前关于红景天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安全性研究较少，为了避免潜在风险，儿童和青少年在食用红景天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另外，患有出血性疾病或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应避免食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活血作用可能会增强抗凝血效果，增加出血风险，导致鼻出血、牙龈出血、胃肠道出血等症状。所以这类人群在使用红景天前必须咨询医生，根据个人情况决定是否使用以及使用量。下面我们说一说红景天什么时候吃最好。红景天的服用时间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使用目的来确定。如果是为了预防高原反应，一般建议在进入高原前3至5天开始服用红景天制剂，这样能够让红景天中的有效成分在体内逐渐积累，提高身体对缺氧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进入高原后，可根据身体状况继续服用一段时间，以缓解高原反应症状。例如，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红景天胶囊，按照产品说明或医生建议，在进入高原前提前服用，能够有效降低高原反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对于一些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需要长期服用红景天进行调理的患者，一般建议在饭后服用。饭后胃肠道处于消化活跃状态，此时服用红景天有助于其更好地被吸收，同时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例如，在早餐或晚餐后半小时左右服用红景天制剂，能够提高其生物利用度，使身体更好地吸收其中的有效成分。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时服用红景天，都要按照医嘱或产品说明控制剂量，避免过量服用。
如果是将红景天作为日常养生保健使用，可根据个人生活习惯选择服用时间。一般来说，在早晨或中午服用较为合适，避免在晚上临睡前服用，以免影响睡眠。因为红景天有一定的兴奋作用，晚上服用可能会导致失眠。例如，在早晨起床后或中午饭后泡一杯红景天茶饮用，既能享受其养生功效，又不会对睡眠产生不良影响。下面我们说一说高血压可吃红景天吗？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红景天。红景天具有一定的调节血压作用，它能够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研究表明，红景天中的红景天苷等成分能够作用于血管平滑肌，使血管舒张，血压下降。对于轻度高血压患者，在医生的监测下，适量服用红景天制剂可能有助于辅助控制血压。然而，高血压患者在服用红景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红景天不能替代降压药物。高血压是一种需要长期规范治疗的疾病，患者必须按照医生的处方按时服用降压药物，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红景天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不能因为服用红景天而擅自减少或停用降压药物，否则可能导致血压波动，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其次，在服用红景天后，要密切监测血压变化。由于个体差异，不同患者对红景天的反应可能不同。部分患者在服用红景天后，血压可能会出现过度下降或波动，所以高血压患者在服用红景天期间，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观察血压的变化情况。如果发现血压异常波动，应及时告知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另外，高血压患者在选择红景天产品时，要选择质量可靠、成分明确的产品。市面上的红景天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含有其他不明成分，影响血压控制。所以，建议高血压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红景天制剂，并严格按照产品说明或医生建议服用。下面我们说一说红景天能壮阳吗？在传统医学中，红景天具有一定的补肾益气作用，这可能被误解为有壮阳功效，但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目前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红景天能够直接壮阳。壮阳通常是指增强男性性功能，包括改善勃起功能、提高性欲等。虽然红景天能够增强人体的体力和耐力，改善身体的整体状态，但它对性功能的直接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证实。红景天中的一些成分，如红景天苷等，可能通过调节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间接对性功能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它能够缓解疲劳，提高身体的抗压能力。当身体处于良好状态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功能，但这种作用相对较弱，不能将红景天视为专门的壮阳药物。对于性功能障碍患者，应及时就医，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明确病因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正规治疗。红景天可以作为辅助调理的手段，但不能替代专业的治疗方法。下面我们说一说红景天生理期可以吃吗？女性在生理期一般不建议自行服用红景天。红景天具有活血作用，在生理期服用可能会导致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等问题。女性在生理期时，子宫内膜会自然脱落，形成月经，此时身体的凝血机制和激素水平处于特殊状态。红景天的活血功效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影响月经的正常排出。然而，对于一些月经量过少或因淤血阻滞导致痛经的女性，在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可能可以在生理期适量服用红景天。月经量过少可能是由于气血不足、淤血阻滞等原因引起。红景天的益气活血作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月经量。对于淤血阻滞型痛经，红景天能够活血化瘀，缓解痛经症状。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根据个人体质和具体病情确定红景天的使用剂量和时间，避免自行用药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咳嗽可以吃红景天吗？对于咳嗽患者，是否可以吃红景天，需要根据具体病因来判断。如果咳嗽是由于肺气虚弱、气血不畅等原因引起，红景天可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红景天具有益气活血、
通脉平喘的功效，能够改善肺部的气血运行，增强肺气，对于肺气不足导致的咳嗽、气喘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例如，在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中，由于长期患病，肺气虚弱，出现咳嗽、气短等症状，服用红景天制剂后，肺气得到补充，咳嗽症状可能会有所减轻。然而，如果咳嗽是由感染因素，如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呼吸道炎症，或者是过敏等其他原因导致的，红景天可能并不能直接治疗咳嗽。在这种情况下，应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使用抗感染药物、抗过敏药物等。红景天不能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方法，但在病情缓解期作为辅助调理手段，可能有助于身体的恢复。例如，在感冒引起的咳嗽症状缓解后，患者仍感觉身体虚弱、气短，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服用红景天，促进身体康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服用红景天时，要告知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避免药物相互作用。今天我们对红景天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它的基本信息、功效与副作用，到适用人群、服用时间以及在各种健康问题中的应用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探讨。相信大家对红景天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后的影片我们将聚焦如何辨别优质红景天，以及红景天在药膳中的创新应用。在市场上购买红景天时，怎样才能挑选到品质上乘的产品？除了传统的药用方式，红景天在药膳中还有哪些新颖独特的应用方式，能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健康体验？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就一定要关注我们以后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精彩内容不容错过。祝订阅和点赞的朋友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死了也能原地复活。爱你哟！